继续讲齐物论。古之人其志有所至矣，呜呼之！古时的悟道者，他们的智慧已经达到了最高的境界。怎样才算达到最高的境界呢？有以为未始有物者，至矣尽矣，不可以加矣。他们有人认为没有任何东西存在，可谓认识的极其深刻，极其透彻，无以复加了。认为没有任何东西存在，不是说事物真的就不存在了，而是我认为没有事物存在，或者说我就不关心事物存在还是不存在。其次以为有物矣，而未始有风也。次一等的人虽然认为有物的存在，但仍不曾去分别事物之间彼此的界域。其次以为有风焉，而未始有是非也。再次一等的人虽然认为事物之间有彼此的界域，但却不曾去分辨是非。是非之彰也，道之所以亏也。道之所以亏，爱之所以成。到了最下等的人呢，就分辨是非了。是非的观念出现了，大道也就因此亏损了。大道亏损了，偏好也就形成了。国且有成与亏乎哉？国且无成与亏乎哉？果真有形成与亏损吗？果真没有形成与亏损吗？有成与亏，故昭示之古琴也；无成与亏，故昭示之不古琴也。昭示指的是昭文，昭文是当时一个特别善于弹琴的人。有成与亏就是有分辨是非，就是有人为，比如昭文古琴；无成与亏就是不分辨是非，就是没有人为而一任自然，比如昭文不古琴。昭文之古琴也，师旷之知策也，惠子之具无也，三子之至几乎，皆其圣者也，故载之末年。昭文古琴，师旷拿着册敲击音乐，惠师依靠无数辩论，这三人的技艺都算得上最精熟和高超的了，所以载誉于晚年。唯其好之也，宜于彼；其好之也，欲与明之比。他们自以为自己的事业有超出别人的地方，又想拿自己高超的技艺在他人面前彰显炫耀。非所明而明之，故以兼白之昧中。自己都没有了解透彻，还勉强要别人了解，因此让自己终身迷于离间白的问题。什么是离间白的问题呢？这个是当时的名家所讨论的一个主要问题。所谓名家，就是喜欢探讨名称概念的一批人。比如庄子的好朋友惠施，就是咱们之前提到的惠子，他就是名家的代表人物之一。庄子一书中，惠施经常出现作为庄子的论敌，每次都被庄子说得哑口无言。名家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叫公孙龙，咱们之前提到的以止喻止之非止，还有以马喻马之非马，都是公孙龙提出的问题。离间白问题也是公孙龙提出的。什么是离间白呢？公孙龙说，一块坚硬的白色的石头，用眼睛看不出它是否坚硬，只能看到它是白色的；用手摸感觉不到它的白色，只能感觉到它的坚硬。所以世界上只有白色的石头和坚硬的石头，并没有坚硬且白色的石头。白色和坚硬这俩是分离的，这就是公孙龙的离间白的主张。庄子就说公孙龙让自己终身迷于离间白的问题。而西子又以文之论中终身无成。昭文之子又以学习古琴之技而终身，最终连昭文的古琴水平都达不到。若失而可谓成乎？虽我亦成也。若失而不可谓成乎？吾与我无成也。昭文、师旷、惠施这些人可以算作有成就吗？如果算，那么我庄子也可算作有成就的人。就说我庄子也是凭技艺言论来扬名于世的，在这一点上和他们没有什么不同。如果这些不算是有成就的话，那么他们和我都谈不上有什么成就。庄子的意思是，这些其实不算什么成就。是故华夷之要，圣人之所图也。
所以对于像三子这样以言行炫耀于世的做法，圣人是坚决采取摒弃态度的。为士不用而欲诸庸，此之谓以明。因此圣人不会去分辨是非而执着于事物的名分，这就是用空明若镜的心灵来关照万物。今且有言于此，不知其与事类乎？其与事不类乎？现在我暂且在这里说几句话，不知道这些话和其他辩论者的话是同类呢，还是不同类呢？类与不类相与为类，则与彼无以异矣。无论是同一类或不是同一类，既然都是开口说话，那就算作同一类了，和其他的论者就没有什么区别了。虽然请长言之，虽然如此，但还是让我试着说一下吧。庄子要说什么呢？有始也者，比如现在有一个开始；有未始有始也者，那么在开始之前就有一个没开始的状态，我们叫未始有始。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，在未始有始以前还有一个连未始有始也没有开始的状态，叫做未始有夫未始有始。咱们画个图，比如现在有一个开始，开始之前呢就有一个没开始，叫做未始有始。在未始有始之前呢还有一个未始有夫未始有始。有也者，再比如现在有一个有无也者，在有以前就有一个无。有未始有无也者，在无以前呢还有一个无都没有的状态，我们叫它未始有无。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，在未始有无没有之前呢还有一个连未始有无都没有的状态，叫做未始有夫未始有无。画个图，现在有一个有以前就有一个无，无以前有一个未始有无，未始有无以前有一个未始有夫未始有无。庄子说了半天想表达的意思是，如果有无真的存在，那么有无就可以无限的衍生下去，无穷无尽，而且越来越荒谬。有无还能理解，再往下就很奇怪了。什么叫未始有无？什么叫未始有夫未始有无？如果有无真的存在，那么推导下去就会得出很荒谬的东西，所以有无是不可能真实存在的。俄而有无矣，而谓之有无之，果孰有孰无也？本来世界上是没有有也没有无的，忽然就产生了有与无，但却不知道这个有是否是真有，这个无是否是真无。就说有无其实根本就不存在，世界本来是自然的。然后人在其上虚妄分别出有无，其实不止有无，其他的什么彼此是非生死也都是人的妄心所生。今我则已有谓矣，而谓之无所谓之，其果有谓乎？其果无谓乎？现在我已经有所说了，但不知我所说的果真是有所说呢，还是没有说呢？就说说再多也是虚妄。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，而泰山为小。天下没有比鸟兽在秋天新长出的细毛的末端更大的东西，而泰山却是小的，就说大小是虚妄的。莫寿于商子，而彭祖为尧。没有人比妖王的幼子更长寿，而活了800岁的彭祖才是短命的，就说寿命的长短是虚妄的。天地与我并生，而万物与我为一。懂得有无是非都是假的，就能体会到天地与我同时存在，万物与我浑然一体。既以为一矣，且得有言乎？既以谓之一矣，且得无言乎？
既然是合为一体了，还能再说什么呢？既然说出了合为一体的话，还能说没有说话吗？一与言为二，二与一为三，自此以往，巧立不能得，而况其繁乎？自然大道的一加上我所说的无便是二，再加上我所说的有便是三，这样往下继续加下去，善于计算的人也不能计其数，更何况是凡夫之辈呢？说有说无以及其他的各种名相分别，要说起来是无穷无尽的。故自无事有以至于三，而况自有事有乎？无事焉因是矣。所以我现在为了说明大道的情形，从无到有已经生出3个名称了，何况是百家辩士从有到有继续往下说呢？我不再往下说了，唯因习顺从自然便是了。理论总结这一段，时间关系就不讲了。齐物论之理就说完了，道理很简单，一切的彼此是非全都是人为构建出来的，圣人不会纠结于这些东西，仅仅是顺任自然的活着。之后庄子讲了5个故事来说明齐物论之理，咱们只说最后一个。昔者庄周梦为蝴蝶，栩栩然蝴蝶也，自欲失志与不知周也。庄周就是庄子，庄周梦见自己化为了蝴蝶，他飞舞的轻快自如，觉得快乐极了，竟然完全忘记了自己是庄周。愕然觉，则栩栩然周也。突然醒来，就惊觉自己原来是庄子。不知周之梦为蝴蝶语，蝴蝶之梦为周语。不知道是庄周做梦化为了蝴蝶，还是蝴蝶做梦化为了庄周呢？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，此之谓物化。庄周与蝴蝶必定是不同的，但圣人不执着于不同，只是随着事物的变化而变化罢了。是庄周化蝶还是蝶化庄周，这个已经不重要了。齐物论就讲完了。齐物论这2次课呢，是整个中国哲学史里最难的2次课，这里边有很多概念之间相互关系的辨析。庄子的文字也是东一句西一句的，你很难搞清楚他到底想说什么。如果大家暂时听不懂呢，可以多听几遍，自己反复琢磨琢磨。如果实在搞不懂呢，也没关系，知道个大概意思就可以了，这个不耽误你继续往下听。以后的内容都是很简单的，先休息一下。